好开心是不是？是。今天这个定场诗没有猜着吧？想让你们猜不着，那个永远猜不着啊。刚才这个唐诗啊，是我来的路上现编的。谢谢各位吧，大伙儿这么捧，这么鼓励，很惭愧，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。就是现在这行，因为干的人少了，我才占一便宜。啊，要是天下遍地都是说书的呢，也不可能啊。都说书，谁听书去是吧？就是尽心尽力的把它当一个工作干好了就是，也没有窍门。说书有什么窍门啊？首先说你得爱看书，其次来说你得有文化，第三就是得有人缘。这几点搁在一块儿，您就成功了啊！感谢祖师爷赏饭，感谢衣食父母的疼爱，我这是侥幸至此，干别的也干不了，我就是个废物，只能干这个啊！您各位呢，又愿意听，你像这个玩意儿啊，这就合适了，这就啊，要没有您各位，也没我这碗饭，啊，就是好好说书，好好做艺，这是对我们这行来说最要紧的。什么叫良心？好好干活就是良心，啊！但是未必每个工作都能把良心搁在当间儿，所以说很多时候您就记住了，为什么这有问题呢？啊，你先琢磨琢磨自个儿，啊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好多人他不成功都怨别人，那都是街坊王大爷的事情，都怨老李家谁，为什么我不成功？是因为他太成功。它导致我不成功，不能这么想，你这样想一辈子都不行啊！做人实话实说，你比如和珅是大贪污犯，他自个儿挣那个钱比国库还多，但是他挣钱也是有的能挣，有的不能挣。啊，你比如说科举赶考的钱，他不贪。说今年皇上开科取士了啊，全国各地的橘子、苹果、梨。进京赶考，你封建社会啊，念书人学会文武艺，货卖帝王家，你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官呢。没有说我念书的目的是为了种地，那你不用念书，直接就可以种地。念书不就为当官吗？在封建社会啊，哎，那么进京赶考，这个关系很重要，关系到国家的基石，为国家选人才，这个钱和珅不要，啊。这是和珅，不光这个，你第二，赈灾的钱和珅不贪，哪儿开了口子了，洪水来了，说今年哪儿大旱，老百姓没辙了，国库里拿出钱来，大伙儿捐款，这个钱赈济灾民，这个钱和珅不要。和珅第三点是非常重要，就是你求他办事儿，这事儿办不成，这钱不要。收你的钱就说明能把你的事儿办了，办不了，您。这事儿成了，您甭拿钱来。有的是收完之后，您这事儿没办下来，钱还退给你。没办成收你的钱，那就是做仇。也就是说，在乾隆一朝，和珅把事情弄得那么平稳，是有他做人的道理的。当然后来皇上死了，小皇上上来，那是另一回事儿。天下的故事就是这么写的啊。说几句和珅的闲话，让他休息休息，咱们还得说说咱们的正事儿，啊，有好多人都指责我啊，天天坐那说闲白，我说那怎么办呢？我说要不然就把这个正文再减一点啊。很好，那大家玩得很开心嘛，这不就是啊？这个听完书回家能多喝一杯啊。有人喝酒吗？好家伙，我这几个大姐厉害啊！我都不喝酒，你们喝酒啊？行，哪天安排一下于老师跟你们在一起，好吗？喝着喝着，端一盘子进来，盘子里是烤串啊！你们以为是毛豆呢哈？于老师现在没有原来能喝了。这人一上岁数了，可能拿不住酒了啊！我20来岁喝酒喝的可凶了，这后来一不喝了，到现在他们谁喝酒，我闻一下我都觉得难受啊！
不是那个味儿，接受不了，不喝吧。你别看我不喝酒，我还有一毛病，我还爱泡酒。啊，这挺奇怪的哈。我这2年是顾不过来了，我算算啊，7、8年前，10年、12年之后吧，还真是啊，因为那会儿开始是因为我们家院里边有几棵红果，山楂树，一结好些个，你谁见天吃那玩意儿，吃多了粗心呢。有的时候弄点红果酪，搁点冰糖熬一熬，剩下还这么些怎么办呢？我这泡酒得了，找点那大玻璃瓶子啊，红果洗干净晾得了。搁在里边，搁点冰糖，啊，来点高度酒，这拿高度白酒泡啊，你别会弄点啤酒搁里边不行。来点高度酒泡，哎，泡完之后还挺好看。那后来有半年是多长时间呢？有样了。他们倒了一杯，大伙儿那喝酒的，哎，好，这下好家伙，我可上了瘾了啊！万物皆可泡。我算算啊，苹果我泡过。因为有的时候那个上家串门的那个人也不知道给我买什么，买一果篮吧，类似这样的，弄的就是还剩好些苹果，那就切了吧。切完之后把籽儿去了，打成芽儿，拿它泡，啊，橘子也泡过，香蕉，哎，各位你们试一下啊，这我传授一下我这个泡酒的经验啊。香蕉酒不用搁冰糖啊，哎，香蕉你别买那熟透了那不行啊。差不多的，哎，把皮儿剥了之后，整个的里面那白香蕉就搁在瓶子里边，然后兑上白酒，把它封好了。它有一过程，哎，这过程特别好，一直到最后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它底下那个它香蕉沉底嘛，啊，底下香蕉都泡得快烂了，它上面那一块清亮的，就是淡淡的黄色，哎呀，清亮的。然后你要拿一杯喝，真是特别棒，它有香蕉味儿的酒。后来我还上网搜了搜，还真有人这么干啊！喝这个，暖胃还治拉肚子，啊，这还挺好。我泡了不少这个了。等哪天我带点来，我回来我喝给你们看看啊。红果酒泡过，梨也泡过，橘子、橙子，桑葚我也泡过。桑葚也泡过，反正乱七八糟的，除了白菜，我差不多都泡过，泡了很多，到现在也没人喝。泡完了之后，开始在大坛子里边，因为到最后得倒出来，你不倒出来，那个水果就烂了。倒出来之后呢，搁在小玻璃瓶里边，玻璃瓶就后来那天数了还有20、30瓶的有，啊，还真是的，这是个乐趣啊，有点事儿干挺好。有时候他们谁上家串门来，给他们喝。还都挺高兴，有时候爱看他们喝，爱看他们跟那划拳行令呢，挺好玩啊。都会划拳吗？我也不会啊，我老看他们一帮醉鬼跟那儿，啊，我不会，但我知道什么意思。他们天天划拳，他们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哥俩好什么意思？你看，就说咱哥俩好。还有什么来着？哥俩好啊，五魁首啊，什么666啊，四喜财啊，是吧？四喜财应该就是四季发财的意思。五魁首呢，指的是过去有5本书，诗书礼易春秋，这5本书考试的时候你都考第1，这叫五魁首。哎，66顺是66大顺，7个巧呢是7巧节，牛郎织女相会，爱情的意思啊。9连环呢说的是这个，过去有种玩具叫9连环，代表的是智力。还有8匹马是周穆王有8匹骏马，全来了呢，就是这些好事儿都在你身上都来了，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。他们喝的一个个醉了咣当的，他都没文化那帮人啊啊！这不聊这干嘛？好面儿的这是啊啊！不聊不，还有这个下酒菜的事儿。我真不会说，我每回出国演出的时候我都说，我说我要学英语啊，回来之后我就每次都说让他们学汉语，出去没有机会说。我们这儿有几个那个会英语的，办了歌姬，反正连说带比划吧，也行啊。这个我挺佩服他们的啊。你看人家哈一说外国话如何的，我打小上学的时候没等教英语，好像我就从学校毕业了。这些年就耽误了啊！
我到现在我唯一会写的单词就是安迪，我会写啊，ANDY 郭汾阳啊，郭麒麟会，郭麒麟会说英语，还得是小孩们呢啊，郭麒麟，郭麒麟还有个英文名字叫什么来着？说够1万多遍我也没记住。就别闹啊！他真有一个，我想起我得想一想，他好像自个儿起的。你们要指着我给他起一个外国名字，这不现实。于老师起一个啊，于老师叫于老师，于老师起一个俄罗斯名字，也挺好。人呢啊，对，是叫凯文。哎，你是不是你听他说的是吧？哦，保安给人弄出去。凯文是什么意思啊？没有意义，就是名字。安迪是什么意思？我看好些个演员这都叫安迪，好像是啊。国外也好多人叫这个，他们说就跟咱们这儿小强、小明跟这差不多啊。其实郭麒麟特别小的时候，小时候在家里就管他叫臭猪啊。那会儿他胖啊，臭猪啊。他那会儿那个后来发短信，那会儿还没有微信呢，小时候哎，自个儿也是臭猪啊。后来大了不叫了，嗯。郭汾阳小时候还小的时候，管他叫二狗，啊，这就是我起名字的文化水平，见笑各位，见笑啊，这是很传统，很传统啊，传统并且洋气，嗯，臭猪二狗，嗯，这英文学不会了。我们你看，哎，说这我还想起来了，好多年前我们那个有一年上普吉岛去玩去，普吉岛去过哈。啊，没去过哈，好，那没事了啊。结果还不有10年啊，差不多。我们一大帮人，加上侯震，啊，还有我们一个不错的一哥们儿。我们这哥们儿这个因为英语这个把我们乐坏了。这哥们儿姓闪，就门里有一人，闪开了那个闪，都管叫闪大爷啊。孩子们喊闪大爷，闪大爷，我们喊老闪。老闪一嘴好外国话，哎，好英语说的挺好。我们到普吉岛之后呢，普吉岛有酒店，海边大酒店，然后呢，导游说那旁边呢还有一些个平房似的，我们就住平房了，一个小院一个小院的，哎，包了这么2个小院，去这一大帮人就住下来了。这我早晨起不来，但是这个闪子哥呢能起，早晨起来了，他从小院出来吃早饭得到那酒店那个大堂去吃去，到哪儿去了？他会英语啊，跟人家聊，说这个早饭能送到房间吗？人服务员说可以，但送到房间呢得加服务费。哦，他听完就出来了。出来之后呢，哎，正好侯震就起了，老侯吃早点去吧。啊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他刚才在那儿，他问人家早点时候，他说的是我们大老板大 boss 要在房间用餐，可不可以送到房间？人服务员才说的得加服务费，他就回来了。回来，老侯起来吃早点去吧，带着老侯奔酒店大堂了。到那儿给人介绍，拿英语，这是我们这大 boss， 舍不得花这点钱，自己来了啊！那服务员的表情，哎呀，侯爷那样您也知道，大脸蛋子还挺高兴自个儿，被人家服务员鄙视了。所以很长时间我们都管他叫侯 boss， 是因为这个，大 boss 来了啊，为了省点钱，让人看不起啊。行了，让侯 boss 歇会儿吧啊，听听郭 boss 吧，嗯 ，boss 是老板的意思啊。哦，我怎么记得跑得特别快那叫 boss 哦，豹子啊 ，boss 跟 boss 不一样是吧？好，行了，不了说不明白了啊。经过这20年来的操练啊，大家很适合这个，包括我们园子演出，孩子们跟观众也是啊，你上来，你下来啊。你上来，你下来也挺好啊，但他们到了东北剧场，他们不这么干，真上来，你上来，你下来，你上来，你下，哇，他上来干啥？这受不了啊！这就是每个地方、每个地儿的观众状态不一样，入乡随俗啊，说相声、说书都是如此。一般来说，站在台上几分钟，就能知道这个城市的经济、文化方方面面的。拿话一探就能探得出来，这也是为什么当年说相声没有
没有报幕这一说呢？你看旧社会那会儿说相声啊，一段接一段的，没有报幕的。这个说完了，这俩人下去，那一对就顶着上来了。上来之后呢，也不知说什么，还得跟观众聊天，聊3、5句就知道哦，你们吃什么，还得知道观众爱吃什么呀。啊，连看看各位的相貌长相啊，看看大概其是文化人多呀，还是喜欢热闹的多呀，上岁数的还是小孩们多，根据这个决定来，俩人再说下边说什么啊，这个很重要。但是现在这个难度大了，你们都戴着口罩，我也不知你们各位爱什么呀啊！我当初在那个北京有一小剧场叫广德楼，00几年的时候在那儿演，那会儿是张文顺先生跟我搭伙，他给我捧哏，我们俩有一天台上我们说这个文章会，文章会是一传统节目，说相声文怕文章会，武怕大保镖，文章会不好说，这说的就是这个康有为，老本子是康有为到我们学校来，我们一块儿吟诗答对啊，说一些个文章的事情。后来因为这个时代不一样了，我们在台上再说康有为上我们学校来了，没人信。所以说呢，2000年的时候我说是金庸先生上我们这儿来了，我是一大学生，金庸先生上我们学校来探讨，诗词歌赋。但是说了半天了，我底下还不乐，我说不应该，往常说这个底下都乐得不行了。我就仔细看，我有点散光，我这个眼就是打小看书看着有点散光，所以有时候我就聚了聚焦啊，往台下一看我就乐了，因为边上不远好多那工地儿，好多那个民工哥们儿今儿没事儿，人家来听相声来了。这些位大爷坐在那儿，你跟他说诗词歌赋的，那就不愿意人家怨我，你就赶紧得改，在台上改啊！我说金庸上我们这儿来，你是干嘛来了吗？张先生说干嘛来了？我说上我们这儿猜灯谜来了。金庸先说一个，哇，大伙儿乐了。我说我又说了一个，哇，大伙儿乐了。这就说明演员在台上，这就是灵活机动，要不然还这么接着说，那玩意儿谁受得了啊？人底下也糊涂，我们台上也累死了啊！干这行就是因为这个脑子啊。为什么说相声我们管这节目叫活呢？就说明它不是死的啊！你不知道台下观众都是什么状态啊？你包括说书也是如此，有时台上经常说错啊，像这个书就得加倍小心，怕说错，其他的没事儿。那你说《济公传》呐，《西游记》呀，什么闹妖精闹鬼那个，这错中就打，错中来，怎么都对。你这个不行啊！你一上来告诉人家曹操是个妇女，圆不回来，那圆不回来那玩意儿是不是？那只能跟大伙说对不起，我说错了，是不是很开心？是，太棒！都有工作吗？你猜就是啊！哎呀，没有工作那就来听书吧。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我看了这么些年书，也没看见黄金屋啊。但是多看书是对的。你看，有些干我们这行，你不看书啊，成不了。艺人拼到最后，拼的是文化呀，别的都是假的。啊，通过炒作，通过技术手段，让你拥有知名度，红一气儿容易，红一辈子不容易。那20年前我们后台聊天说相声就是，让你一下红了容易，大伙儿都认识你容易，你就脱光了2环跑一圈去呗，只要体力达得到，最起码来说，你经过的地儿人都认识你。但是之后怎么办呢？第一，政府不会让你再跑，老让你上街光屁股跑去。第一，这不可能；第二，你也身体你也盯不住啊。夏天还行，冬天你能来2天，你就感冒了啊。话又说回来，有了这个知名度又当如何？观众不会记住你，就算记住你也是就是他呀，没有那么白啊。所以说，艺人还是拼的真才实学。我喜欢说书，喜欢唱戏，喜欢说相声，这3样既是工作又是兴趣，这是祖师爷疼和我。不是每个人你的工作你都是最爱啊。那纺织女工就这么爱纺织吗？
对不对啊？农民伯伯就爱种地嘛，这工作呀，你待着不也得吃饭吗？总得干点什么呀。恰恰你干的工作又是你喜欢的，那就是最开心的事情了。别的我就差着，做节目我也做，你访谈呐，什么综艺节目也没少干，弄着就不愿意弄，没什么意思，啊，演电影电视剧我也不爱演，啊，真的，我真的不谢谢大家的鼓励。为什么呢？我舍不得打破自己。你看说书了嘛，我管你三列国东西汉、水浒聊斋济公传的，我一人说了算，我可以把握整个章节、整个故事的走向。说相声也是，这段相声你说40分钟1个钟头，怎么开怎么收，当间需要哪些个桥段，我一人能说了算。唱京剧、唱评戏、唱梆子，这出大戏3钟头4个钟头，我说了算，我知道怎么好，让观众爱看。拍戏去咱说了不算呢。郭老师您来帮个忙来吧，你演绎什么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他那故事是什么，都是哥们儿交情不错，让演就演呗。每次出去给人串戏去，到现场我最惦记就是晚上吃什么，也顾及不过来这个，因为一个人就1碗饭，我这连说书带唱戏，我这好几碗饭我够瞧的了。我再拿影帝，我再拍电视剧，你要疯啊你啊！再一个，你演那个你必须打破自己，把你打破了，你才能去演那个进那个人物。我打不破呀，谁打破我就跟谁急了，不愿意啊！你有时候你说也好玩。我那天唱戏后台，我们唱《封神榜》，我前面的梅伯，后边的文仲，就是文太师啊。文太师按我们来说是改良的扮相，京剧里的改良扮相。一般来说，老生不是带个胡子吗？有铁钩挂好了，带胡子。改良扮相呢，就是粘胡子。哎，按影视剧这么来。这个呢，还不是我发明的。其实80年前京剧就这么唱，海派京剧、南派京剧就吸收了电影和话剧的技巧，也粘胡子。我在后台呵，我自己可开心了啊！抹胶水、粘胡子、粘眉毛，演着文太师，高兴。我那经纪人在旁边看着就是直嘬牙花子，说这个您愿意了是吧？他一说我就明白了。我当年就以不能粘胡子为理由，推掉了无数的电影和电视剧。去不了，您这哎呦哥们儿真去不了，胶水过敏。